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。这一集是澎湖行的第3部片，去吃看看当地的生鱼片店，逛逛鱼市场。这次是坐船去澎湖，从高雄出发。这艘澎湖轮人车都可以一起上船。我带了行动冰箱跟电池，想说回程可以带一些鱼回台湾吃。我是第一次开车上船，非常新奇的体验。停车空间超大，能载大型的游览车跟货柜。当然车要另外买一张票，依照指示把车停好，地上的洞是用来勾住绳子固定车轮的，工作人员还会放一些轮挡，十分安全。我觉得坐船横跨海洋这种体验，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尝试看看。站在船上看着一望无际的海，你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，借此看看别人眼中看到的世界，站在你不曾到过的位置上，你的想法就不会被局限在那框里。人是环境的产物嘛，先让自己进到那个环境里，才能体会那一群人的想法，不要只是用你以为对的角度来看。这艘澎湖轮非常新，112年9月才启用的，所有的内装都是新的，扶手、楼梯、地板的防滑都做得很好。有6种舱等，我们买的是商务舱。我原本想体验2种舱等，但规定是来回都要买同一个舱。座位超级大，质感也很好，头枕可以调，椅背压下去可以躺得很平，间距超大。我180公分，脚可以完全伸直。这样的座位也不用买到卧铺，也可以躺得很舒服。缺点是椅背的杯架显得十分遥远。每个座位都有插座，提供3种规格的充电，真是棒呆了。整体的氛围都很棒，跟我以前坐的那一些船都不能比。我觉得可以一路睡到澎湖，外面的甲板也有座位，可以出来惬意地吹着海风。这个圆筒里面是逃生艇，弃船的时候用的，丢进水里会自动弹开。这让我想起我去考船员证时上的课。柜子里是救生衣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上面有简单的着装介绍，我觉得字太小了，紧急的时候没有人有耐心看。船上有餐厅，有卖便当跟饮料，排骨饭100元一个，但一下子就卖完了。对着这一片接近无限透明的蓝吃饭，蛮爽的。第2天来吃这间位于马公市区的生鱼片店，这是老爷还介绍我的。这个店名直白好记，只卖生鱼片，店里只有1张桌子，主要专供外带，你可以带回民宿吃。黑板上就是一片鱼肉的单价，但上面的品项不保证有，纯看当天鱼市场买到什么鱼。这是真正当季在地的生鱼片，除了生鱼片外，还有味噌鱼汤，就是用鱼头、鱼骨等边角料煮汤。我请老板帮我配一个综合的，不要龟鳍尾，其他都随便。汤先上了，这个是大碗的60元。只要是自己处理整尾鱼的店，汤里面的边角料都一定很多，都是必须的损耗，腹膜啊、鱼皮、骨边肉等等，这种汤的鱼味才会足够。这汤很舒服，还有一点青菜解腻，不错的。综合生鱼片300元，用普通死咸酱油袋装的芥末酱也遮掩不住这一盘生鱼片的光彩。这个是澎湖养殖的海蛎，这看起来像龙蚺。红干鱼熟成的状态刚好。这个是水蒸沙优里，不是青鳍，这个蛮少见的。这个应该是黄鲫鱼吧？南部的黄鲫鱼很大又便宜，吃熟的肉质很粗，但生食很爽。这很好吃，鱼皮有烫过热水。这个是红尾冬，鱼皮稍微炙烧过，鱼皮加热之后 Q 起来，鱼肉充满了光泽。老板说早上才去拿回来的。这很好吃，很清爽舒服。养殖的海蛎才有这种油花，这个脂肪太多了，吃起来很紧硬。我习惯熟成鱼了，我感觉再放个几天会比较好。这个是老板招待的杨桃螺，这不是经常有的，要看运气。吃起来像稍硬的鲍鱼，我不太喜欢吃螺肉，我觉得很硬。但是这个杨桃螺不算太硬，还可以，嚼久了蛮有滋味的。这个是内脏，可能是干或是软吧。
有甜味，像肥一点的鱼干。这间店我很喜欢，认真推。澎湖有个水族馆，我18年前来过，这次来缅怀一下。这些鱼应该都是澎湖海域里面抓到的，欧甸嘛、莺歌、笛鲷、龙蚺啊、石斑，看起来都蛮好吃的啊。很抱歉，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，可能这个鱼缸再大一点才能脱离海产店的感觉。也有其他单独养着的鱼，这个是河豚，这里也有老鼠斑，大的狮子鱼。这种鱼很漂亮，也挺美味的。我第一次看到活体。这些鱼在池子里面游着都很漂亮，我居然大部分都吃过，感觉有点不太好意思。一个吃货来这种地方，有一种突然间的拍摄。这个像是外星人太空船的花枝。这个是狗鲨，曾经有网友说要寄给我，我没有把握处理好就拒绝了。这个是硬鱼，解说员说这个叫做牛屎鱼，我想跟他说，这个我也吃过。这个是盘子，这里还有很多鱼，蛮好逛的。有要去西屿的话，可以顺道来这边看看。这里是西屿二坎聚落的鱼好，这是我来澎湖想吃的第3个目标。还有一个是吉贝岛的店，但是10月的观光季一过，他们就休息了。留个念想，下次再去看看。很多观众留言叫我去评价一下之前烈火烹油的冻饭店，但其实很多日本料理店用的进口鱼货，供应商都是相同的，而且主力的产品都是长时间经过市场反复验证的品项，那绝对不可能难吃。而且那么多人排队，想要不新鲜都很难。况且很多食材都是养殖或进口的，长年累月下来都已经规格化、模组化，造就出来的品质很好，但就是有点无趣。我喜欢来这种小店，这种店品质好不好呢？落差很大。是什么季节，鱼从哪边获取，如何捕捞，放了几天，保存的方式，后置的流程有没有瑕疵，这些都影响着生鱼片的千变万化。那品尝起来就会有趣得多。这年头要找到平价生鱼片，不是卖4大天王的不太容易。大家也可以多给我一些建议。这盒综合生鱼片500元，也是只有卖生鱼片的个性小店。刚刚店员直接在塑胶盒上用喷枪炙烧，这我觉得有一点妙。海狸贝肉，品质稳定，油脂丰富。这我没听清楚他说是什么，我觉得像白肉蒜或是石炉。这个有熟成过，你看鱼筋化开了，好吃，没有一丁点杂味，处理得非常好。这个是土托鱼，这个鱼皮炙烧的不够，太保守了，应该炙到鱼皮全熟，不然吃起来就软欸。但这个肉色很漂亮，油脂很足，绵密的口感非常棒。没吃过土托鱼生鱼片的人太可惜了。这个店员说是石斑，我不太确定这是啥，是一种紧弹的口感，鱼皮很硬。这间鱼好呢，有获得500盘的美食评鉴，在充满了进口鱼的日料赛道里实属不易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看。在回去之前呢，再来澎湖鱼市场逛逛。这里是马公第3渔港，凌晨3、4点渔船就开始卸货。入口的右侧是拍卖场，一般散客不能买，要等这边交易完成，差不多5点左右，有些鱼拉到外面的零售市场卖给一般的消费者。这里的鱼真的很多，种类、数量、品质、整体规模都很猛。喜欢鱼的人来到这边一定很兴奋。这跟坎仔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坎仔顶是集散地，而这里是产地。吵杂的交谈声代表竞争激烈，船多人多鱼多，交易量很大。大部分的鱼最终也是运去台湾卖。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鱼缸搞得更现代化，各方面的效益应该很高。这是超大尾的猪齿鱼，有人叫青衣、4齿、9烙。听说鱼头胶质很多，炒青衣球也是经典粤菜。长腰尾也有一些，还有红条。
鱼看起来都还在僵直期内，成堆成堆的鱼体型都很棒，只有少部分有保冰，感觉稍显可惜。超级大的驼背石狗公、石斑鱼跟青衣，很多船陆续在下货，源源不绝的鱼，还有野生的活体。我之前在台北办活动用的活鱼，就是澎湖空运的，到货的时候全都还活着，非常棒。这里拍卖完，有些鱼就直接载走了，有的去打包空运啊，去冷冻、去处理、做直播，还有一部分就拉来外面的市场卖。这里就是一般消费者可以买的，空间很大，有超多摊商，就算只有一半营业，也要逛很久。环境算干净，没有什么臭味，以露天市场而言算是整洁。这一摊有很多土托，每一尾都超过10公斤，应该都是整尾的，看来没有打算散卖。有卖超多小卷、中卷，这里经常有大推车来去，还会看到堆高机跟机车纵横。要记得闪，不能太过专注在海鲜上。很多摊位都没有冰块，都是以熟食作为主要市场。市场普遍认为，只要是做熟食，鲜度低一点也没关系。异味可以用葱姜蒜、糖醋五味酱遮掩。像我这种要做生食的，不愿意屈就的，如果在拍卖场有人能先代拍寄运，就能减少中间保存的品质消耗与转手的成本增加。感谢澎湖的高先生经常帮我买鱼，想联络他的话可以看影片资讯栏。之前有位观众在我频道里留言，他觉得呢，在终端销售环境里补的冰块只是为了遮掩在更之前的保存瑕疵。那这么强悍的字眼我是不能说出口的，但你可以从画面里面来感受看看。我拍过各种台湾的渔获保存，没说出口的都在画面上了。这里有前2天吃的杨桃螺，旁边那个不知道是什么螺，来这边寻宝真的很不错。还有超大的木瓜螺。那我在这边也买了一些鱼，我在各地的鱼市场都买过，有些鱼市场杀鱼很敷衍，有些没有弄干净。有时候呢人很多，这也没有办法。但是鱼鳞没有刷干净，鱼内脏血块没有刷掉，这就像是猪肉有毛，鸡排有血块没清理，对于菜品的口味影响是很大的。但是大家对于这样的事情呢，鱼肉的容忍度好像是比其他肉类更高，我也没听说过谁在抱怨。一个产业要改变，要从消费者开始，钱往哪边流动，敏锐的供应者会追逐，会做出改变。很多观众会留言抱怨台湾的鱼市场不好，那是因为前人做了这样的选择，造就了现况。我们从现在慢慢改变选择，未来才有机会能看到心里希望的那样。那能看到影片最后的都是真爱粉吧，说点心里话。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